荡，到处都充满羡慕的目光。可当你在外面受了伤，是谁为你点亮关怀的灯光，为你疗伤？你说你成熟大方，天下无双，轻易放心上，而朋友便不四面八方。可当你经受挫折失望，是谁让你找回信心和力量？一水撑不了海洋，一人力量大。只要家人在身旁，相信再大的困难也变成火光。无论大事小事，大家一起扛，它一定让你远离感伤。无论伤心开心，大家一起唱。可只有这样，就会有天堂。无论幸福祝福，大家一起想。它一定让你充满希望，无论艰难困难，大家一起担，勇敢去闯，家是快乐的负担。如果阿娇真的是被老高虐待的话，那我们就有义务啊，要帮他从老高的魔爪给救出来。你想怎样？鼓掌，鼓掌。大嫂，这些年来，只有他说的份，我呢是可以不开口就不开口，可以少说就少说。我这么忍啊，这么让，到头来怎么样呢？啊，公然的跟那个死妖怪进进出出，他真的当我是一条树根。大嫂，你说我痛心不痛心？树根啊，现在讲这些也没有用了。我看凯银啊是中了歌唱老师的毒哎。那个死妖怪整天在他面前打毒针，他怎么不中毒呢？好像他穿的那件晚装明明是难看的要死，他还说到自己好像是林青霞一样。姑丈啊，你也不能怪姑姑啊。女人啊最喜欢听一些赞美的话了，不管是真的呢还是假的，她们总是爱听。我觉得你这一点呢，应该好好学习学习啊。赞美，要怎么赞美啊？赞美的话你都不会啊。如果是老土一点的话呢，你就要说，你真是美若天仙。如果是浪漫一点的话呢，你就要说，你就像是一朵漂亮美丽的玫瑰花。怀旧一点的话呢，你就要说，你让我想起了玛丽莲梦露。如果现代一点的话，你就要说，你就是我心目中的 Jennifer Lopez。谁是 Jennifer 的老婆啊？不是老贝啦 ，Jennifer Lopez 你都不晓得是谁啊？你还是不是男人呐？他是很有名的臀霸。哇，有没有 VCD 啊？让我看到底霸不霸呢？好了好了，够了，别闹了。姑丈是个老实人，哪像你们这些乱七八糟。对呀，刚才你们说的那些肉麻话，我听了都，哎呦，这老牛不可交也。没大没小。苏根呐，我们活了这把年纪，看的人看的事也不少了。那个歌唱老师为什么会对凯银这么好呢？难道他没有其他目的吗？对，我也是这么想。哦，既然你都这么想了，为什么关在家里电也不开？啊？难道这样能解决问题吗？大嫂，我是心死了，我挨了这么多年，为了什么？到头来还不如一个教歌唱的那娘娘腔。哎，姑丈，你整天躲在家里做缩头乌龟，哎，说不定你真的有一天会变成乌龟嘞。嘴巴就不能说好听一点。我只是提醒姑丈而已嘛。你们想我要躲在家里吗？我还能够做什么？那个死妖怪淋伤了我，凯英一点都不关心我，还护着他骂了我一顿。你说我死心不死心？你当然是不能死心啦，要不然他们一定啊，人财两空啊！哎，家破人亡嘞！你们两个啊，最好闭嘴。我一听他们这么一讲，大嫂，我真的是越想越怕。
店里跟家里的财政都是开英在管的，万一哦，哎呀，姑姑对金钱这样紧张，没有这样容易被骗的啦。哎，这就很难说了。很多女人啊，最容易在爱情面前迷失的。家父说的也很有道理。虽然是凯英啊，在我背后说了我很多是非，怎么说都是一家人啊。我这个做大嫂的不能不管，你这个做丈夫的更不能把自己关在家里。对，我也是这个意思。既然懂这个意思的话，那你就知道怎么做啦。我不懂哎。哎呀，大嫂，我该怎么做？凯英现在不是去参加什么漂亮妈妈比赛吗？对对，那你就赶到现场去盯着他们。那不是要我看他在台上出丑吗？你不看他出丑，就是看你出丑了。家父这句话倒说的也对，我们在这里可以帮你盯着他们，可是在外面就要靠你自己了。哎，姑丈，家破人亡嘞，还不快点？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嘿，快点，时间到了，慢吞吞。哎呀，快点！来，快点！时间到了呀，你！哎呀，啊！我要上厕所了。你不是刚从厕所出来吗？我一紧张就要上厕所。哎呀，不行！啊，不行的，我真的要上厕所。不行，先把号码贴上去。哎呀，就是这个号码喽，好抽不抽到13号？哎，人家说13号很 lucky 的。哎呦，弄得我现在心里啊七上八下。哎，可以帮我换吗？哎呀，镇定一下，镇定一下，不要紧张。那我不是跟你讲过吗？第一回合呢，在台上先介绍你自己。啊，已经变熟了吗？啊，试试看，给我听好不好？我叫罗开英，今年64岁。啊，哎，我叫罗开英，今年46岁，我有一个丈夫。当然就一个丈夫了。怎么又错？我叫罗开英，今年46岁，我有个女儿。我要上厕所了。哎，请问漂亮妈妈比赛在哪里啊？在楼上，哦，怎么上去呢？那边走。啊，谢谢。嘿，接下来我们有请12号的参赛者刘金花。披肩不用紧张，别紧张啊。我很紧张。哎，我头发没乱。没有乱了，真的没乱了。都好了。好，衣服呢？太医，你别紧张啊，到你了，好，别紧张。对呀。放开他！哎，我在安慰他，他紧张，你不要乱来哈。你来干什么？你回去啦！又回就一起回。呀，你神经病啊！我要出场了。哦，你是不是诅咒我？还没比赛就先被淘汰啊？ 13号的参赛者。走啊你！开英回去了。放手啊！哎，回去了。走啊！真气人，害我在这么多人面前出丑。就是，啊，他来干什么？谁叫他来的？还有啊，刚才你临出场的时候啊，跌了一跤，害得我们呐阴沟里翻船，什么都完了。你在说谁呀？鸟姥姥，哎呀，我不是在说他，我是气得死肥婆。明明看到我都要上台了，还用那大屁股来撞我。哎呦，你看我高跟鞋这么高啊，不跌倒才怪了。我都说了嘛，抽到13号很倒霉的，没想到这么准。呀，算了啦，你不是输在不如人啊，你是输在没有运气。所以啊，我说那些评判都是尬优的。我虽然是摔了一跤嘛，不过我还是很有风度地走上台，而且我在介绍我自己的时候表现得还很不错的，是不是啊？对，对。哎，不过我刚才有看到2个评判在偷笑，所以我说啊，这个冠军一定是内定的，他们一定是要给那个模特拿冠军。模特怎么可以参加嘛？模特参加的话，我们不是很吃亏吗？我一定包输的嘛，你说是不是？你做什么？我在看你呀。我是换件衣服，然后把衣服还给你，你就可以还给别人了哈。不好意思，让你跑来跑去哈。可以，我帮你换。不用了，这些衣服很名贵的，很容易穿破。
要是破了，还要给人家几千块钱不值得。我会小心的，我会小心的，我会小心的。算了，怕什么？啊，你老公又不在，这里换得密密麻麻的，啊？谁看得到？来，老五这年最需要我们这样的男人。你干什么？你敢叫我就一口咬定是你勾引我！你别忘了，你比我大，我比你小啊！哈，到时候人家相信还是相信我？哈，到时候你到街边走人，指指点点说你是淫妇，勾引男人的淫妇啊！我真的是报应了。佳倩，你很久没有休息了，哪一天想休息啊？让我知道一下。你要不要出国旅行一下？现在年轻人呐，很喜欢出国去旅行啊。我能走去哪里？我的脚走得动吗？每次跟你说个话都是那副德行。我说，我刚才好像听到姑姑的声音啊。姑姑有来吗？我听到她叫一声放开我，好像是从她店里面传出来的。你有没有听错啊？后来就没有了，可能是我听错了。给我过来！你跟我说，要不要跟我？啊？跟我！谁还要跟你这死妖怪啊？你骂我死妖怪，你才是死妖怪！像你这种货色，我看得了多 OK？ 还要我要上你，我闭上眼睛了。还有，这几天的精力和时间不是白费的，你得付我2万块钱，不然我不会罢休的。你神经病啊！2万块钱，阎罗王钞票你要不要？我就唱衰你！哈，说你为了泡我和你老公吵架，还用咖啡淋上他的鼻子，你想泡我，我一口拒绝了。还有，我想打电话给小报报你的恋物，哈，大大的标题字啊写慢肉地摊阿怂爱上了歌唱老师，倒贴钱要报。无耻！大嫂，你都看，我都听到了，你这个不要脸的臭男人，看我揍不揍你呀！你敢杀老子？你老子！臭娘！怎么样？大嫂怎么样？我被要弄死了！好啊，我要烧死来烫死你们！烫死你们！佳倩啊！你没事吧，大嫂？没了，你呢？我没事，我很痛啊。好了好了，你别理我了，去看看你妈有没有事。我没有事儿了。哎，妈，来，你喝杯水吧。谢谢你啊哎，。妈，你看一下。姑姑啊，我觉得你不应该便宜那个家伙，你应该报警告他非礼，外加企图强奸，拉进去坐牢打个鞭呐。算了算了，万一他反咬我一口，那不是更惨？是咯，是姑姑带他回店的嘞。我带他回去是想把衣服换了还给他。我们相信你，警方不会相信的哦。哎，就是咯，而且那个王八蛋很会吹的，万一他咬死我不放，到时我不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嘛。你现在才知道这种滋味啊！哎呀，大嫂，不要再生气了，这次算我得报应了，好不好？
算了，没事了。要是那个王八蛋呐、到处乱说的话，我就去告他。律师费呢，我出。妈的，为什么花钱请律师？这种人，然后找几个人打他一顿就可以了吗？这种事包在我身上 ，OK？ 大哥，你怎么讲话像流氓这样子啊？但是你惹祸上身了。是啊。哎，老婆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啊？死到哪里去啊？死得来了。哎，我在电话上不是告诉你没事的吗？哎呀，我以为你们只是不想让我担心，以为电视剧面明明有事骗你没事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姑丈啊，你放心，只要有我们罗家的神奇双女侠在，一切都会平安没事的。其实这次啊，多亏佳琪。哇，这个女侠很酷哦。没事就好。哎，姑丈啊，你有没有别的新的台词啊？你每次讲这个很闷呢。来，我教你个新的，你看，开莹，你放心，只要我在你身边，你不要害怕。好，哎，鼓掌，来，我踹，试一个吧。没事就好，没事。哎呀，你真没用哎！哎，还有啊，你刚才如果陪我回家的话，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。哦，你说大嫂是不是啊？我怕你会骂我嘛。好了，没事了，以后啊，你们就和和气气过日子了。我说开银啊，都一大把年纪了，以后不要再去闹这种笑话。大哥，你说什么话啊？什么一把年纪了？我才40几岁啊，而且我参加的是正经的比赛。对，这点我支持姑姑啊，才40多岁还年轻啊。况且现在的人保养得好，即使是50、60岁还是很有活力的。姑姑，我支持你多参加这种活动。我也是这个意思。我也是这个意思吗？40岁不应该叫昂哥的哦，那叫什么？阿迪呀。哎呀，阿迪就不用叫兄咯。阿兄，好了，别闹了，树哥啊，我看开音啊也有一点累，你带他早一点回去休息。好，来，我们回家，慢慢。扶好一点啊！慢。哎呀，脚痛的。大嫂啊，明天晚上有没有空啊？过来我那吃饭好不好啊？好。哇！哎呀，不要哇哇哇啦！你们呢，一个两个，明天也过来我那吃饭，我请客。谢谢姑姑了。哎，差不多。好，走了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姑姑鼓掌。晚安。明天晚上你就和他们一起过去我那边吃饭啊。好啊，那我走了，拜拜。啊，拜拜。晚安。妈的，姑姑请吃饭啊？她那么吝啬，是不是中马票啊？这个嘛，说来话长啊。那就不要说，我没时间听。妈的，我的家翁家婆呢？他两老我安排在嘉龙房间休息。哦，你叫他们出来啊！哦。还有啊，跟他们说清楚啊，不是我们不让他们住，是我们没有办法照顾他们。你跟他们说，带他们去老四那边，叫他们好好的，不要给人家惹麻烦呐。嘉熙啊，两个老人家怎么说都是你的家婆家公啊，你自己不要做得太绝啊。妈的，不是我绝，我是不绝不行啊！不是把他们丢在我房间，就是把他们丢在楼下，你很无情嘞。无情，最有情的人是我啦。他的那些兄弟啊，个个过得比我们好，可是，一轮到他们照顾两个老的，就一大堆道理。我要是绝的话，就会把他们带来这里啦。我这样做，他们是最高兴的了。总之，这次啊，我不会笨的啦，我怎么会留下他们的？叫两个人叫那么久，真笨啊！你送他们去你弟弟那边啦？那你报警啦？那两个老的呢？你为什么不回来？我本来是要去报警的，可是，你死了！
他们在这里住一晚吧。明天早上啊，我就去跟大哥他们商量商量。你谁都不用找，像你这种婆婆妈妈性格，你找谁都没有用的。我也带他们走了。你看他们好像没有事情一样在那边看电视机。你不是说你爸爸脾气很大的吗？拜托你叫他发发脾气，骂那些宝贝儿子吧。人到晚年万事休，即使是大发脾气，也没有人会怕他啊。没有人怕他，那你怕什么？你带他走啊！那么迟了，我能够带他们上哪？那是你林学志的问题，不是我罗家喜的问题。我已经帮你想了解决的办法，可是你认为我心狠，对不对？那你好心肠，你心肠好，你自己解决。总之呢，等我冲完凉出来，我不要再见到他们。如果他们还在的话，我走。妈咪，你不是已经冲好凉了吗？我再冲一次凉，冷静一下，要不然就给你这个没有用的爸爸林学志气到我爆炸。我爸爸林学志。Daddy 啊，妈咪啊，连名带姓的叫你，这证明啊，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生气啊。小姐啊，因自己带到开咧。冇當中啦，冇當冇電視機啦。阿公阿婆啊，你们啊开开心心的看电视，这件事很麻烦的，你们老人家不要理啊。你们懂我在讲什么吗？哦，Daddy 啊，你一定要坚强。那如果爹地把阿公阿嬷给赶出去，爹地还是人吗？你当然不可以这么做啦！书里都说啊，乌鸦也会反哺，意思就是说啊，乌鸦也会孝顺父母。更何况啊，是我们万物之灵的人类呢。文文，你进步了。我们一起想办法啊！好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我想到办法了。这么快啊？大姐夫洪志也来找我，还有那个鬼灵精峰峰就在旁边作怪，你说我推得掉吗？你是应该帮你大姐夫的，要不然他会很可怜。对啊，所以安排他们住酒店哦。住酒店啊。这件事啊，千万不可以让大姐知道，要不然真的会和大姐夫离婚的。还有啊，为了不让大姐知道，最好方法呢，就是不让我家里其他人知道。不让我家里其他人知道，最好方法就是不要让你姑姑知道。你真的是越来越了解我家人了。可是2个老人家一直住在酒店也不是办法的。是啊。所以大姐夫说啊，给他1个星期的时间解决。但是我马上要过去明当岛做义诊了，所以我希望。所以你才这么好，约我出来喝咖啡。对啊，我希望你能够帮忙啊。但是你看起来好像不怎么开心啊，是不是老是觉得我给你添麻烦啊？是啊，你最麻烦了，你总是替别人解决问题，你什么时候关心一下我的问题啊？有什么事情啊？没什么，我好得很。我知道你工作忙。算了，没关系，你忙你的，等我回来之后呢，自己解决。你当真啊？
我只是在你出国的时候，每天去看看那2个老人家。如果我这样也办不到的话，你干脆换个女朋友好了。那怎么行呢？我真的舍不得的。不过你真的看起来，好像有什么事情使你不开心啊？也没什么啦，跑到一个大客户，120万泡汤了，还要写报告跟老板解释，这就是我们做这一行的无奈。我了解。别说了，你时间也差不多了，走吧。不要气馁哦，记得哦，人生有上有下，有得有失的。知道了，走吧。那我走了。姑姑姑丈，我走了。哦，哎呀，路上小心啊！哎，一路顺风啊！我会的，拜拜。拜拜。到了打个电话给我啊。嗨，罗医生。你好，孙先生。子斌，你忘了吗？我请的私家侦探跟踪你，你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。我是开玩笑的，罗医生。那天我在隔壁吃炸鱼，发现这里的咖啡很好喝，刚好今天经过，所以进来这里尝一尝。没想到会碰到你们。哦，哎，那坐。啊，想喝咖啡是吗？哎，好啊，姑姑啊，来杯咖啡。啊，面包2片，算我的。啊，你再不走啊，船要开了。啊，对，我有点事情，我先走了。罗医生，你要回诊所吗？他参加医疗队当名代导义诊。罗医生，你的医疗队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我的公司愿意赞助。啊，谢谢你。哎，再见。好有爱心的医生，我真是替你高兴。不过，你会不会有一种被冷落的感觉？子斌，拜托。奇怪，我总是觉得你有点闷闷不乐。也咖啡。好，谢谢。还有面包。雅喜啊，你的朋友啊？嗨，我是孙子斌。嗨，你好。大姐你好。啊，你好。你慢慢喝，慢慢吃，不够的话再跟我说。谢谢。大姐，你的咖啡真好喝。谢谢。让我猜猜，你为什么闷闷不乐？啊，有了，你是因为失去 Jean 这个大客户，对吗？你怎么知道？你的同事传出来的。真是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这很正常，每一个地方都存在内部斗争。你的失败就能突出别人的成功，你的部门不可能例外的。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。我倒很想知道，你为什么会失败？他们开出的条件太好了，他们除了台湾阿联，还送50级的台湾阿火。OK，我会监视他们的啊！拜拜。什么事啊？我打过去快乐医查过了，原来这个男的是雅喜以前的旧情人呐。有一个晚上，这个男的呢还厚着脸皮不请自来，跟雅喜上去找佳琪，简直是摆明要跟佳琪抢雅喜的嘛。这么不要脸啊！为什么不要早点告诉我？早告诉你怎么样？哼，我可以把这咖啡泡得苦一点，裸地呢烤得焦一点给他。你少来了，你这种雕虫小技就想把人家吓跑，你等久啦。我刚才只是轻轻的跟他一交手，就知道他多有料。怎么说？你知道他怎么叫我吗？什么？他叫我大姐嘞。啊，这么亲热啊？就是咯，通常人家都叫我安迪的嘛。对呀。只有他这样叫我，可见的他多会讨人欢心啊。女人就是喜欢人家讨欢心。对呀，尤其是这种有型有款的男人。喂，干什么？你不要跟我说你也被他迷住啊！你神经病啊！我是在监视他，免得这次佳琪又阴沟里翻船哦。这次啊，我不承认失败都不行。你的自信跑去哪儿了？我的自信都是装出来的。开玩笑。你不信啊？每次我要见客户的时候，都会很紧张的。我常常跑进厕所里面做深呼吸100下。Well， 那很正常啊。我在美国见我老板的时候，心跳达到128下。你数过啊？如果业绩不好，甚至达到138下。这证明人都不是十全十美、无懈可击的，包括君。你看，动手动脚，事情不妙，看得我心惊胆跳。
孙子兵法第12篇：相机而行，伺机而动，必定能化危机为转机。我都没读过《孙子兵法》，我熟读就行了。那也太迟了，他们今天就要签合约了。我们走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帅哥，来我看一看有没有烫伤你啊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雅喜，我们快走吧。你不行啊！再见。哎，我看这一次佳琪真的是凶多吉少啊！不行，我要马上过去，叫他们全线戒备。应该没问题。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君，哎，这么巧啊！嗨，嗨，君，嗨，嗨 Mango， 已经打算跟我们签约了。那恭喜你了。我们不打扰你们了，我们过去那边谈吧。拜。拜。啊，君，谢谢你把这个机会让给我。我对你们的节目很有信心，但是130万实在是太高了一点。说的好像真的一样。我们公司准备在下个财政年度增加2发线的广告费。你不是要为了帮我？我是在帮我的公司，你也知道，我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。如果 Dream 没有再找你，你就把这个机会留给我吧。OK？ 我一看心里想，哎呀，完了完了，这次佳琪啊又阴沟里翻船了。姑姑，这个情节你已经重复3遍了。哎呦，我不说了又说啊，你们怎么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啊？因为那天那个王八蛋，就在那边抱着雅喜咯。这么大胆，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做这样的事啊！哎呀，那惨了惨了。又有什么新发现吗？照这样看来啊，他们之间的关系不简单。是吗？你为什么那么说呢？我问你们呢，你们谁敢啊，在光天化日之下对一个女人又抱又摸的呢？啊？哼，开玩笑，当然不敢了。对喽，但是那个家伙敢啊，他敢对雅喜这么做啊！他们又是旧情侣，哎，你说雅喜跟他会不会已经？哎呀，嘘，文文在啦。姑婆，你想说他们已经上过了床是吗？哦，文文。你说什么？已经上过床了啊？有这样刺激吗？啊？刺激你的头，文文，你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？看看你们呢，教坏孩子。大哥，我也是替佳琪紧张啊。年轻人的事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着急呀？你大哥说的对，佳琪都30岁了，又是个医生，你少替他的事儿操心了。对了，哎呀，这个年头哦，有几个女人是处处女是吗？对喽。你怎么越学越坏？你哪里可以学这种坏东西？什么坏东西？人体百科全书里啊，什么都有。人呐，应该了解自己的身体吗？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都是你啊！都是你！我？你？哎呀，凯琳娜，好了好了，你已经讲了2个小时了，苏哥一个人在店里忙得过来吗？哎呀，现在这个时间没什么客人的，他行的。他也是紧张，佳琪的老婆被人家抢走，所以叫我过来跟你们商量商量啊。哎，既然这个王八蛋这样过分哦，不止追到我们这里，还追到你们那边去，就由我来出马。以后我见到他，就把他的头打成猪头。哎呦，嘉龙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有些事情喊打喊杀是没有用的啊。人家这么 gentleman， 你打人家就是你野蛮，你 cheap。所以我说啊，这件事不能硬来，一定要智取。这件事不能硬来，一定要智取。什么取啊？智慧的智，巧取豪夺的取。智取呢，就是用头脑，而不是用暴力来解决问题。明白了吗？哎，有时候我真的怀疑你哦，是不是喝墨水长大的嘞？为什么你不会黑的啊？好啦，你不要扯开话题了，你干嘛越扯越远去啊？现在的紧要关头啊！有这么紧要关头吗？还不紧要啊？那个家伙抓住雅喜的手，又拍又摸的，我一看心里想啊，完了完了，姑姑啊，你又在重复嘞！第4次了。
你应该去台湾呐，当编剧，写多一点剧本啊，赚多一点钱，不去太可惜了。为什么？那些台湾垃圾电视剧不是都这样子吗？很喜欢把一件事情讲来讲去，翻来覆去的。你这个人真的是有问题啊！自己专演一些人家看不懂的舞台剧，还要批评人家戏是垃圾。台湾电视剧垃圾可不是我说的，那都是出自于他们那些编剧的口中说出来的。不过还是有人会把垃圾当成宝哎。我说现在观众啊，真是很可怜，要一边吃晚餐呢，一边对着垃圾，这就是新加坡的文化。中国人啊，现在看的是啊走向共和，我们呢，你现在随便去大街上啊，找几个年轻人过来问，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是共和？谁是孙中山？我看都没有几个人懂啊，可悲哦。哩哩啰啰讲些什么话哥？姐姐，不要再讲了，大哥，来，坐啊。雅喜啊，吃饱了没有？我吃过了，我是来接温温的。接温温？大姐夫说他临时有点事，问我能不能接温温到天才班。哎呦，他打给你啊，叫家福送就好了嘛，你那么忙还跑来跑去。没关系，顺路啊。这个佳琪也真是的，他们夫妻俩那么忙，还要帮温温报名上那么多课，害得我们大家都跟着他忙得团团转。有时候佳琪忙得午餐都没有吃啊，就跑来帮他接温温呢。大姐说啊，要培养总统奖学金得主。温温啊，将来你得奖不要忘记我们哦。不会啦，做人啊要感恩图报嘛。我最讨厌那些忘恩负义的人。对，义气最重要。那做人哦，什么都可以不讲，就是不能不讲义气嘞。哇，你真的是小子可教嘞。哎呦，你很笨呢。是孺子可教啦，大舅。好了，不要再跟他啰啰嗦嗦了。温温快点吃啊，雅喜姐姐没有空啊。雅喜姐姐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吃很快的。不急，你慢慢吧。温温啊，你爹地呢？生活艰难，工作赚钱嘛，有我代表就行了。那还好，要不然我真的认不出你阿公跟阿婆。不能让他们知道，要不然呢，妈咪就会知道。妈咪知道啊，爹地就是知道味道啊。Hello。你们看，他笑得多甜呐！会不会是他旧情人打来的？不会啦，我看是佳琪啦。以我专业的眼光来看，我觉得不是二哥。子斌呀，君的秘书刚才已经打给我了，他说君想再跟我谈一谈，我看学期有转机了。谢谢你啦。你们听到了没有？孙子斌啊！哇，佳琪刚走，他就红杆出墙了。什么红杆出墙？是红杏出墙啊！我也知道是红心出墙吗？不过雅喜没有这样严重，应该是红杆出墙。红你的大头干啊！乱七八糟，去做工啊！温温啊，可以走了吗？啊，可以走了。温温啊，我呢有一件事要你帮我做。不用了啦，我知道你要讲什么，交给我吧。他真的知道我要他做什么？雅喜姐姐，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？子斌就是那天在外婆的店拥抱你的人，对吗？他真的是你之前的男朋友啊？你不叫还要救，还是那个子斌？我拒绝回答你这个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还小啊。抗议！我已经11岁了，你不要老把我当成小孩子。你知道坐飞机几岁才买成人票吗？12岁。那你知道到酒店吃自助餐几岁以上才要付成人费？12岁。所以啊，等你12岁的时候我才告诉你。你看不起小孩子？不是，那不是你们应该关心的问题。你们现在啊，应该是努力读书、勤劳用功、尊敬师长、孝顺父母。完全答对。雅喜姐姐，我们已经是公元2004年的小孩了，请不要轻视我们的智慧。哎，我是非常佩服你们的智慧，特别是你呀。不过我还是坚持不谈感情问题，因为那是很私人的。你的解释非常合理，我尊重你的 privacy。Thank you。你阿公阿婆好像不在啊。我知道我在哪里了。你心里是爱2句的，但这并不代表你已经忘了子斌。现代人的爱情啊，很脆弱的。你也太恐怖了。
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啊，不需要12岁就应该懂了。这么简单，那你就告诉我，为什么现代人的爱情那么脆弱？因为没有经过考验呐、就好像我妈咪、爹地这样，整天吵吵闹闹的，就是证明他们的爱情不稳固。你跟二舅的感情也是一样的、啊，你们呐、只是说我爱你，你爱我，可是，哎呀，我不知道怎么说了。没有经过考验是很难知道的，对吗？对了，原来早已经想到了。所以说啊，现在那个孙子兵来了，你就可能会离开我二舅，投进他的怀抱，因为你跟我二舅啊，还没到怎样讲啊，生生死死的地步。天哪，你哪像个11岁的孩子？11岁的孩子有脑袋的吗？有脑袋就会思考，我们的脑细胞啊，比你们还活跃呢。哎，阿公阿婆怎么会不在这里呢？看来你终有失算的一天啦！哎，在那边。他们就是你阿公阿嬷？对呀、我还以为他们很可怜的。那你就错了，他们很会 enjoy 的。阿公阿婆。姐。不了，我听吃了。阿公阿婆啊，这是雅西姐姐，她来看你们的。是啊。我吃饱了。阿公阿婆啊，你们在这里住的习惯吗？雅西姐姐，你会说海南话？不会啊。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。我阿婆啊，除了海南话以外，其他的话都不会说，也不会听。那你阿公呢？Mr. and Mrs. Lim, you enjoyed your meal? Yes. Thank you. Can I have your signature, sir? Okay. 原来你阿公还会讲英语的。很奇怪啊，他平时什么都不说的。可能不是他不会说，而是他懒得说。对着不下的孩子，有什么话好说的呢？眼不见，口不说，那心就静了。看来他们两老很会照顾自己啊，为什么你爹地还是那么不放心他们啊？我看啊，连我爹地啊都不大了解他们，他们两代之间呢肯定有代沟的。我这第3代更不用说了咯，代沟更深。唉，这到底是谁的错呢？不过呢，阿公阿婆还很疼我的，哈。阿公，你说 nice。Yes, thank you. And you're also very naughty. Yes, thank you. And you're a girl. Yes, thank you. 因为是二舅叫阿公的，有人拿东西来就说 Yes, thank you。有人叫他签名啊，就说 OK。我听我爹地说啊，他们曾经想阿公和阿婆分开住，可是他们怎样都不肯，还说啊，如果要分开住的话就要跳楼啊。是吗？我阿公啊会出这一招的，他还说要跳楼啊，每个人都怕了他。如果能像他们这样，已经是老夫老妻了，还可以恩爱在一起，那才是真正的爱情。雅西姐姐，你跟二舅一定也可以这样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刚才不是说我们的爱情没有经过考验吗？我有预感啊。总之啊，听我的话没有错的啦，不听小孩言，吃亏在眼前。是吗？你神机妙算啊！小孩子的眼睛很厉害的吗？朱贝尔不是说吗？我们要腾出头脑的一角来接纳朋友的意见，听我的话没有错的。你在当推销员啊？还有啊，谁是朱贝尔？我也不知道。总之呢，不是哲学家就是作家喽。雅西姐姐，你记得一定要选二舅。其实我抉择是很容易的，谁真正爱我，我就嫁给谁。只是像你所说的，爱情没有经过考验，又怎么知道真爱是谁？空气里灰尘模糊了视线，麻木却熟悉的气息正在蔓延。无所谓的脸，一成也不变，仿佛生活出现了缺，解不回从前。闪
间，一切变得很荒野，相拥划过指尖，来不及言。一转眼之间，我已无法改变，好像是守着绑在心的视而不见。